就是美国驻多伦多的总领馆啊，现在已经是黄昏时分，确切说已经过了晚上8点钟了，但是我每次都把它当成一个黄昏的时间点，因为确实呢很像啊，就是天开始有一点点慢慢要变暗的这种时辰。昨天就是这个时候啊，吃了晚饭去转了一大圈，从我的临时的住所一直去到了CN Tower，走过了很多老街道，看到了加拿大人工作了一天以后尽情享受生活的这一面，还是非常好的一段经历，也有不少的感受分享给了大家。今天呢也是从家里这边出来，顺着和昨天相反的方向，在这条小街呢先走一段。今天呢打算顺着大学大道向北走一段，去到女皇公园，然后呢到多伦多大学的校园里面再去散散步。满地都是些鸽子哦，飞了起来。现在呢，我已经转到了这条Dundas，这条东西的也算一条主街。我前方啊，大概不到1公里地方呢，就是最热闹的Dundas Square。但我今天呢，不走那里啊，我们向北走一段。这条大学大道啊，我上次来的时候呢，就一直在修，到现在为止呢，还在进行施工，所以呢，这里稍稍的有点感觉景观差了一些。左手边呢就有一个地铁站叫 St. Patrick， 这个地铁站呢是大学大道上的5个地铁站的其中之一。你看右侧这些正在施工的道路，可以看得出来啊，这边施工进度虽然比较慢，但是他们工作还是非常的认真，而且安全性呢放得很前面啊，所以整体来讲啊，修好以后的质量应该是可以管个10年、8年，甚至几十年。
这条大道呢，就像我曾经跟大家走过、介绍过的从这边开始一直到多大这一段路呢，基本上就是医院街，因为马路两边呢都是各种各样的大的医院其中有儿童医院，还有多伦多的综合医院，还有肿瘤医院、心脏医院等等吧，总之都是医院。所以这条街有法律方面的一些，可以说是一个发源地有 All Schools 的一个法律协会，现在成了法律人士的图书馆，以前呢是一个法律学校，也是一些法庭的所在地到了这边呢，更多就是跟医院相关的这种设施，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国家重视的呢，第一是法律，第二呢是医疗，那第三呢，我觉得就是经济，或者说支持经济的资本。这个呢3一块有奠定国家的一些规章制度，就是法律，也有呢关乎老百姓的健康生命，那这个就是医疗。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市场来运作，怎么让这个资本呢能够增值，并且在资本的支持底下运转很多的生意，就有了就业，保障老百姓的生活同时呢也促进国家的发展，应该跟这些呢都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就在这一条大学大道上，这3个因素呢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当然在这个背后呢还有支持这些算是国家的这种基石就是它的教育，也就是我前方这样走过去的多伦多大学。那无论是这些医院还是法律还是经济，背后呢都有大学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最终呢源源不断这些人才的输出，支持着这些国家的重点的支柱的产业这边呢就是一个癌症中心，马路对面呢就是多伦多的总医院，或者叫综合医院。这边呢，一般的医院或者是研究单位等等呢，大部分都是私人捐建的，或者私人投资，所以这种大楼的名字呢，都是私人的名字。我们因为不认识这些人，但我相信当地人呢，他们都非常清楚，就一些社会名流、企业家、这种殷实的家族他们都会把他们的资金呢捐助出来，就做了很多这种支持医疗研究，还有方方面面的，包括大学里面的很多教学楼，都是有这种民间的资本资金的捐助运营，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形式所以这一点呢，对于我们在中国的这种
不同的社会形态里面看到的这种医疗、教育、研究等等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在中国呢，这些全部都是由政府来支持和运营的。走了1个半的站，现在已经来到了 Prince Park Station。就这个马路的四角呢，都有这个女皇公园站。没走几步呢，其实已经来到了女皇公园和多伦多大学的交界处了。我们先到女皇公园去看一看吧，因为这边呢也有一个非常雄壮、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应该就是安省的省议会。边上呢还有安省的法院啊等等的机构，所以这边呢就变成了一个圆形的一个公园。在公园背后呢就有这样的地标性的建筑。这里的牌子上就写着 Prince Park， 这个就是女皇公园。我现在正对着呢，就是安省的省的议会啊，就是他们最高的立法机构。这个世界上呢，真的永远没有停止过，就是不同国家实行的不同的体制。但是一般而言呢，大概也只能分为2种，一种就是相对比较民主，通过选举，然后呢三权分立的这样的国家；还有一种呢，就是类似于权力世袭的，往往和专制呢连在一块的这种集权的国家。有时候也很难一概而论说到底哪个制度一定是最好，只能相对而言呢，这种民主的体系它有时也会出这个庸人，就有些领导人呢也有不够纯良的时候，但是呢胜在他只要在几年以后就有可能被选举拉下马。但问题在于，即便是一个优秀领导人呢，他可能也就只能做个2届左右啊，他也必须要告别政坛，要把位置让给别人。我在这边呢四周看一看啊，在这个省议会门前的广场非常的漂亮。这里呢就是大学大道的北边的终点，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女皇公园的一部分啊。在这个广场上树立着很多相信是对加拿大建国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些人物，他们的塑像呢就高高的树立在这个四周。但是很抱歉啊，我对这样的人物呢一个都不认识。
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像以前的战争遗留下来的这种炮台等等的一些遗迹吧。那刚刚讲到呢，还有一种专制的政权，有时候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也有过一些明君，也有一些推动他的国家甚至历史进程的伟大的君王。我相信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有，但只能说呢，这样的君王真的可遇不可求，可能千年出一位啊。大部分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充满着野心、充满着权欲，然后把国家的发展带到沟里去的领导人。所以人有时候投胎也是一个学问呢，就是你出生在哪样的国家，成长于什么样的社会啊，这有时候真的很难说，这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运气。当然了，在人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合适的机遇呢，有时候也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所谓的拿脚来投票。当然也有一些人呢，成为一种反对他所处的这个社会里面的某种体系，反对强权，那可能就只能被称为革命者。那最终呢，成功能够推翻他所期望推翻的那个体系的人呢，应该是寥寥无几。而大部分呢，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被称之为烈士。而普通的民众，我相信99%点多少，大家在各自的社会体系底下，也只能是随波逐流吧。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了女皇公园的背后，就是省议会的后面的大草坪、大公园。这个地方我还真是第一次来到。原来这边还有那么大的一片树林草坪。公园里人并不是很多，但是三三两两的也有人在那里打球、闲坐漫步。
走出一片大草坪啊，边上呢也有一个骑着马的雕塑。Yeah, I'll go with Stephen like once or twice a year. Bueno, en verdad, no te creas. 哦，这个应该是英国的 King Edward， 一位英国的皇帝啊，加拿大宗族。因为毕竟名义上来讲呢，加拿大应该属于英联邦，虽然是个独立的国家，但它的上面还是有女王或者是现在的英王作为它的一个名誉的领袖。和加拿大的广袤的国土成比例啊，你看，在一个城市里面的公园面积非常之大啊，满眼都是翠绿，所以这边的土地呢还是非常的多呀，不用去担心啊，这个发展没有土地可用。这里呢，其实已经是多伦多大学的边上，过了马路呢，相信就是多大的校园了。因为这个校园呢，它没有围墙，它只是一个大致的区域啊。但是基本上呢，就是以这条道路啊来作为一个划分。从这边望过去呢，也能望到CN Tower，好像也在非常正的一个位置上。像这些建筑物呢，全部都是属于大学里面的建筑物了。还有马路对面啊，非常古老的这些建筑物。相信呢，这条就是他们多大的一条主干道啊，东西向的主干道。看到这些完全是欧洲风的，应该是200来年以前建的一些房子，可以想象这边的文化、教育系统都是和欧洲一脉相承的。
夕阳下的球场，你看啊，这边应该都在打曲棍球，应该是一个球队吧，大家都在这边训练啊。可是远处呢，可以看到夕阳的余晖，从这边过去呢，就是他们的一个校内的大钟楼，边上呢就有很多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就看到这些建筑呢，就有点想到去到英国的牛津、伦敦附近的某些小镇。我面前的这座钟楼应该算是一个塔楼吧。我想象啊，这在古代的欧洲啊，应该是在很多的古城里面随处可见的。这个塔呢是有个名字的 The Soldiers Tower， 应该是讲的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的那些当兵的，为了纪念这样的士兵们建的这么一个纪念塔。所以这边的一个门洞里面啊，就刻了很多的文字，虽然我一下子看不明白，但是肯定是跟这些纪念当时牺牲的战士们啊、士兵们有关的。你看啊，即便是一个学校的小的办公室啊，也是占据着这样的古色古香的建筑。整个校园呢，真的就跟一个大花园一样。主要呢，为这个校园增设的就是那种接近200年的建筑物，非常的扎实。到了这边呢，就是不得不说最近发生的一些事，那些游行示威啊，声援加沙的示威人群，干脆呢就进入到校园扎营。可以看到这里围成了一片，把里面的大草坪呢全部变成安营扎寨的地方。当然也少不了很多的警察在这边巡逻，以防不测。所以前几天来呢，这边很多的校内的设施啊，比方说医学院，结果都关上了大门，只能那些内部人员刷卡才能进入。我们来看一看多伦多大学最早的一些建筑物。虽然我也搞不清楚这些建筑物现在起的什么样的功能，但是能够在这边走一走，也感受到200年的荣光。也就是200年以前，多大刚刚建校，接近200年吧，还有3年就是多大的200年的校庆。经过接近200年的发展，这个国家也成为7个主要的工业国之一。而且呢，多伦多大学这个学校大概在世界上排名一般都是在20名以内，应该属于世界级的名校了。
走在这样的老房子之间，真的就可以想象啊，就穿梭在时光隧道，好像回到了100年甚至更久以前的校园。100多年以前建的这个房子，现在都还在使用着，包括校园里面整体的环境氛围啊，基本上还是跟以前的传统啊一脉相承。马路边上呢也停着很多的这种餐车，以补充这边食堂的不足。到了中午开饭的时候呢，相信这边有很多的学生、教职员工排队。现在我离开St. George Street，就是刚刚我走的这条校园里面的南北主路，再回到大草坪的方向啊。多大呢？校园非常的大，如果要环绕一周的话呢，没有2个小时走不下来。所以我今天呢，也就只是转1个角而已。建校差不多200年的校园啊，相信也经历过很多的风风雨雨，而且这个100多年里面啊，这个城市不断的长大。相信呢也有多大这个学校的一份很重要的功劳。那现在呢，校园里面啊，被这些示威的人群站得满满的。当然，我觉得还是非常和平的一种抗议吧，可能也是在法律的允许之内。同时呢，这个应该也就是西方式的民主必须要包容的一些事件。但是警察们呢还是非常的警惕啊！你看，包括这些警察的车辆、警察人员呢，还是在周围巡逻。我现在面对的 Convocation Hall 呢，就是前些天我的女儿举行毕业典礼的地方。那我们也是破天荒的，估计也就是这么一次机会吧，在这么一个大礼堂里头亲临毕业生的毕业典礼，完整的观看了整个的毕业的流程，应该说还是非常受感染，也是非常震撼的一次机会啊。所以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孩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一个人生当中也是非常宝贵的一次机遇，
让我们有机会呢，不但到多大来走一走，还见证它的成长，看到很多的学子，我相信其中很多人呢，将来都是社会的栋梁，都会推动这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这样的一股力量。我看了看时间呢，已经是8点45分了，我还得要走回家去啊，所以其他地方呢，我今天就放弃不进去了。我现在针对的就是 CN Tower， 就有时候很有意思，你在多伦多任何地方，你一回头呢，就会看到高高的塔尖。这个 CN Tower 呢，确实鹤立鸡群，在很多地方呢，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好像你怎么看呢，它都在你眼前，指引着你的方向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很习惯了，就是根据这个 CN Tower 来引导我们，来为我们回去的路导航。我在多伦多已经快3个礼拜了，在这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面呢，我已经在很多条马路上走了又走，其中遇到示威人群呢，应该就有3回之多了。再加上在多大校园里面看到那些安营扎寨的示威的人群，就感觉这个社会也在不断的发生一些事。但是整体来讲呢，大家还是相安无事，就不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些游行示威，大家都会感到紧张。可能这边人已经习以为常了吧，或者呢，大家也把它当成这个社会里面很正常的一种形态。现在呢，我已经回到了这条学院路 College Street 上面。现在呢，我走过这条学院路就顺着这条不知名的小路走回去。快到9点钟了但是你看到夕阳还没有完全下山，整条马路上呢还是显得比较明亮。而且呢，气温应该是20多度非常的舒适。所以真的有时候我就在想整个夏天如果都是这样的气温，在这样的黄昏时分出来散步那真是一件非常令人开心的事。
走到这边呢，基本上在这些小街小巷，我看到有很多的酒吧，大部分里面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电视屏幕，就大家一边观看体育比赛，一边呢在那边喝酒闲聊。前面呢，我已经看到那个好像有龙骨顶的那个建筑物了，那个呢就是安省的美术馆。左侧呢，这边有教堂，应该还不止一个教堂啊。我的左侧呢就是圣开特这个天主教堂。
前面就是丹达斯街了。这边呢，路口有一个新的公寓大楼正在建设过程当中。刚刚说到的就是现在我对着的一个美术馆，是他们省的美术馆，正好有路面的电车经过。好，我现在顺着这条丹达斯呢，就走回去了。这也是我刚刚出发的地方。跟昨天走的路应该差不了多少，到现在为止呢，差不多走了50来分钟了。非常好的，在天黑以前啊，这么一段健身的步行。左侧呢是路面电车，这种红颜色的路面电车虽然跑得不快，而且它跟普通的这汽车呢是享有共同的路权的，但是呢很可爱啊。我的眼前呢就是警察局，这个后面呢也在起高楼啊。我的临时住所呢就在这个后面。从这条丹达斯街出发，沿着大学大道，经过了女皇公园，穿过多大的校园，再由多大那边呢走出来啊。虽然只是转了多大一个角，但是呢又能去感受一下校园这种环境啊氛围，就感觉还是仍然有新鲜感啊。现在呢，我就从这个警察局边上回到我的住所去。相信呢，在告别多伦多之前啊，还会随处再转转，应该还会有几段跟大家继续分享。但是呢，基本上来讲呢，我的多伦多之行呢，将要结束了。所以我也很珍惜这段时间在异国他乡啊，在多伦多和自己的孩子的相处，感谢孩子带给我的惊喜，同时呢，也被这座城市的很多的风景，主要是人情啊，是人的这种生活的态度所感染。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再回来。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下一段出行再见，拜拜。